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新视频。 Yeah. 今天呢是我们久违的情侣 Q&A， 又来给大家分享我们的故事啦。这一次我没有规避一些尺度比较大的问题，其实之前大家看我都刻意去规避了一些尺度，但是现在想一想，其实我确实也到这个年纪了，也没啥好规避的啦。就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对，就放心大胆的来，把我的麦拿起来，就放心大胆的给大家聊一聊。等一下，我怎么已经开始热气啊？还有包括一些我们从来没有说过的一些秘密话题。OK， 好，那现在就开始我们的今天的情侣 Q&A。这个就刺激一点，问我们对性生活的频率满意吗？满意吗？我觉得我是满意的，杰哥肯定不满意。我不满意，我其实不是不满意，就是我可以更满意。我们现在频率大概是一周两次，一周2次。有些时候比较忙的话，也会是1次。说我们有一段时间没见了，就比如说冰冰回家1周没见了，那也有可能是1天2次。冰冰觉得这个频率比较合适。冰冰觉得合适的原因，主要还是从身体健康上面来。对，从他自己身体健康上想。然后我当然也是放在第一位的，一定是他的身体健康。而且我们每一次都是会提前约定，不是会说那种突然一下说。突然很想没有那种，一般都是我们会提前1天，然后2个人都做好准备，2个人都同意、都准备好的一个前提下，而不是说我自己什么突然非常想，然后就一定要强迫他怎么其实这个问题过，怎么回事？一来就聊这么，脸都给我聊红了。这个问题，谁更依赖谁？大家这个问题如果经常看我们视频的应该知道，看起来我感觉是一个大大咧咧无所谓的人，但其实我非常依赖冰冰，就是我。离不了，真的离不了，就很难受，就没有他，我都就觉得前段时间他回去参加婚礼嘛，大概回去了3天，然后那3天我自己在家里面就觉得很难熬，就我每天都把自己排得很满，然后去健身，去和朋友见面吃饭那些，虽然那些事情和朋友在一起也很快乐，然后健身或者打游戏也很快乐，但就觉得没意思真的就觉得没意思。而且最严重的是他回去的第1天那天晚上，当时在床上睡觉就失眠很不习惯，然后我当时心里面就很难受，然后做梦的时候梦到。就是冰冰没有在我旁边，然后我醒来发现冰冰真的没在我旁边，我当时就特别难受，然后我醒来之后就睡不着了。我当时想了很多，我想说，万一以后就是老了的时候，我们俩老了的时候，就是万一冰冰先走的话，是吧？就是我当时真的想了很多。但是我们俩在一起，并不是说随时都一起在互动的，其实我们也有各自给各自，在一起也会给各自自己的时间。对，所以我想的在一起就是说比如说我打完游戏之后，或者打完这把游戏的时候，我想转过来和你说句话的时候你在，这就是让我安心的点，让我觉得。我需要你的一个点，并不是说我随时都要你在，随时都要你看着我，这倒不至于。就好，下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问的好，谁是 top， 谁是 bottom 就谁1谁0，这个事情还不明显吗？什么？但身份1、0的身份这个东西在我们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划分，就夜晚的时候可能会有，但是就正常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完全没有说谁是1谁是0，就因为传统意义上感觉说就要更去呵护0之类的，其实在我们俩之间并不存在，就是互相，我们俩的所有的东西，所有的爱都是平等，都是互相的，就是说哪一方就应该说怎么被呵护，另一方就应该主动。没有，希望说我们俩的关系里面存在一方就是比较劣势的一方，需要你去保护，需要你去迁就，需要你去忍让之类的。其实我们俩的关系非常的平等，就是不分我就认真给大家说，我们俩在生活中是不分这个。对，什么晚上吗？晚上的话，其实我也 OK， 就只要冰冰想。我是完全看冰冰她想要如何我就如何，她个人比较懒。好，不聊了。什么叫我比较懒？我很勤快的，好吗？在说什么？好，我们继续下一个话题。我先不回答，我可以现在问冰冰，就是你们还记得你们的第1次是什么时候、什么感觉吗？好，我这样，什么时候？他问的是什么时候，然后什么感觉是我自己问的，我夹带词我自己问了一句什么感觉。好，你还记得吗？第1次的时候？当然记得，是第1次的时候并不是很愉快。我长话短说，杰哥是我的初恋，然后我个人又比较稍微保守一点，然后我们在一起了很久了，没有发生任何就是实质性的肉体上面的那种关系，但是。那个时候杰哥就有一点不开心了，他就太想了，对，但是我又太保守了，然后杰哥就会感觉到我就这么值得你防备嘛，但我确实是有一颗防备心的，
那个时候，但是我也理解了他，然后又不情不愿的就这么就发生了。对，因为那天我记得我们还吵了架，也不是吵架嘛，就为这个事情闹了矛盾，对，争执了一下。因为冰冰从他的角度看，他是觉得说啊，他要完全信任我，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在一起可能还不到1个月嘛，对，然后就说一定要完全信任我，值得把他给托付给我，他才会愿意去走到那一步。然后我呢，当时就心里面当然是说我是为了以后一直在一起才这样的，因为我看起来可能觉得有一点花。但是我其实不是，我非常非常专业，我专业到不行。他现在其实早就知道了，我专业到不行，就是我认定你了，那就是你了，就是我要和你过一辈子，那就是要和你过一辈子。就是我憋死了，我要憋死了。我们俩都已经同居了，都超过1周，快要半个月了，大概，反正就是我都憋死了。我每天他让我亲他，倒是亲了，然后亲他之后什么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就没了，然后就是摸他也不行，摸他也不行，然后什么也不行，就是没有任何的肉体接触。那天我就是很认真跟他说，就是你是为什么不相信我，然后怎么，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一点小争执。对，然后那天晚上还是两个人争执过后啊，还是不情不愿的，冰冰还是有点不情不愿的，然后就发生了。我是，管他了，豁出去了，就是那种想法，然后就，那个因为那个不是我们2个在一起的第一次，那个甚至是我整个人生的的第一次，所以他非常的看重那个。其实我也很看重啊，我是非常专一的一个人，我会想要和你过一辈子，然后才要做这个事情，并不是为了一时的肉体上的欢愉才做这个事情。然后就那天晚上就发生了，就自然而然就发生。然后你呢，就是什么感觉？哎呀，什么感觉？就是因为第一次嘛，还是就是有一点不舒服，因为紧张是吧？还是有一点疼。你那晚感受怎么样？我那晚感受爽！终于被我拿下了，不仅肉体上，心灵上也哇，满足。没有说这么直白干嘛？来了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，其实我也想回答这个，就是你们俩之间的感情需要金钱的支撑吗？说一句现实的话，因为每个人要活下去都需要金钱的支撑。我冰冰从来不会在金钱上产生任何分歧和矛盾。对，就是我们俩从刚在一起、刚确认关系的时候，就从来没有在钱上面分过你我。对，再加上后来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们俩一起赚的，也从来不会去计较谁多花了一分，谁少花了一分之类的，也不会去管对方说，哎，你不准买这个，你不能买那个之类的。我们大家就是只要是合理范围内的都是 OK 的。对，就是不会在金钱上产生矛盾。认为是需要金钱没有错，但是我们的感情不是靠金钱去支撑的。对。我回想到我们以前刚认识的时候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住的一个很小，在学校旁边很小的一间出租屋，非常的小，然后也环境也非常不好，然后在里面，但是我们还是很开心。对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并不觉得说当时的那个出租屋有多难受啊，住起来有多脏啊，或者说半夜有多吵，我只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里面，我们俩很开心很快乐，然后事情都是当时我们在一起1个月的时候，我们在一起2个人办了一个纪念晚会，我们2个人，然后做了一个小蛋糕，就是你不会去在意说那个当时住的环境差不差，或者说当时吃的那个蛋糕贵不贵，我只记得我当时吃了一个很甜的蛋糕。到后来自己工作自己赚钱之后呢，手里面宽裕了一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好的生活，住上更好的房子。但是啊，这一切都是靠我们2个人努力，2个人一起努力得来的。每段感情都需要金钱支撑，但是我们俩的感情并不只是靠金钱来支撑的。对，好，下一个问题，让我们开始下一个问题。然后这个问题问的是，好像第一次有人问，为什么会拍视频做视频博主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这个其实很简单，我们俩刚开始做视频博主的时候，初心就是记录自己生活，就是50年以后、60年以后，到时候忘记年轻的时候自己什么样子了，忘记以前我们做过些什么事情，然后我们可以自己通过那些视频最重要的节点，就比如说我们搬家呀，然后我们生日啊这些重要节点，都可以通过视频来记录。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我们感兴趣，在关注我们。对，能给我们带来收益是一方面，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作为视频创作者，每次拍一些视频啊，就是希望给大家分享一些快乐、一些开心的情绪。但是啊，大家不知道的是，每次你们的评论，就是你们给我们的一些支持，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鼓励和极大的能量。有很多评论我可能不会每一条去回复，但是我基本上都能看到。然后看到大家就说，
谢谢我们说拍这么有趣的视频，然后说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啊，这些其实我都很开心，特别是而且很感动，有时候看到一些很感人的评论就会对，我们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，但是那一份心情，支持我们的那份心，喜欢我们的那份心情，我们是完全能感受到的。如果我们能做一些什么对大家有意义的事情的话，那就是继续拍视频，继续分享我们的日常，分享我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。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能量分享给大家，让大家能从我们视频里面收获开心和一些快乐吧。那么说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我们会继续努力的，加油！好，我绝不煽情。好，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，如何做一个视频博主？开始专业起来了。这个要怎么讲？那就我们先分享一下我们的拍摄器材吧，因为一般的视频就是通过拍摄然后剪辑。我们先讲拍摄的器材，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是如何剪辑的。对，然后拍摄器材的话，其实我们用的就是一个运动相机或者用的手机。其实手机呢是占我们大多数时间的，因为手机比较方便嘛。运动相机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要偷偷做整蛊的时候，因为它很小个，藏起来，然后或者说是要出去旅行的时候啊，拍起来它可以。上山下水啊之类的，就很方便。个人觉得，如果你想拍视频的话，你可以先从那个手机开始，因为手机最方便，随时随地可以记录自己的生活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剪辑软件。其实我们刚开始学习视频剪辑的时候，用的是一个 PR2，就是 PR2对于我们来说上手难度有点大，真的有点难。我们这种 Vlog 自媒体博主来说呢，确实门槛有点高了。对。然后后来呢，我们就用了剪映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剪映的话就是手机上剪比较方便嘛。然后就有很多的流行的音乐啊、特效那些。但是后来我们慢慢发现，它现在满足不了我们的一些需求了，它不是很适合来剪辑我们这种长视频，因为大家看到我们每一期的视频基本上都是很长的，要专业的去剪一个长视频，或者说想让你的长视频更加的有趣的话，推荐大家用 Filmora， 因为 Filmora 是我们在油管上看到一个博主推荐的，然后我们自己也去使用之后，发现真的太香了，真的很好用。刚学的时候就发现它超容易上手，很适合我们使用，大大缩短了我们剪辑的时间，提升我们一个剪辑的效率。而且如果大家也想像我们一样记录自己的生活的话，就可以推荐大家使用这一款 Filmora。那么首先呢，我就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得到一段你想要的视频。现在结冰小课堂开课啦！好，然后我现在给大家示范一下如何把2段原本普普通通的素材变成一段人生视频的。首先呢，我们就点开我们的 Filmora， 然后导入我们想要的视频片段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在剪辑选项中，我们可以选择裁剪、切割、删除自己一些不想要的内容，然后把想保留的部分，我们就这样自然的拼接在一起。根据自己喜欢的 BGM 来调整整个视频的节奏和速度，就比如说卡点，对啊，然后就这几个简单的操作，你就可以得到这样一段视频。很简单、很基础一些剪辑操作，然后就可以把2段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素材变成我们一段超爽的人生视频，非常的高效简洁。对，说句题外话，刚才那个视频看得我真的有点泪目，拍得好好，就本来拍出来的时候没觉得什么，但剪出来之后真的是，人生视频。对，但是如果你觉得剪辑视频的过程对你来说太困难了，那没关系，这些功能对于很多新手朋友来说已经足够了。是的，而且我们最近刚开始运营我们的短视频平台，但是我们之前很多的视频都是在 YouTube 发布的，都是大家看到都是超过10分钟的长视频。对，每个视频都通过我们自己去逐帧剪辑的话，真的是不知道要花多少的时间和精力。但是现在只需要 Filmora 的 AI 智慧长篇简短功能，就可以轻松的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。OK， 我现在给大家操作一下，只需要像我这样简单的操作。我们首先选择一个想要剪辑的长视频，就比如这个旅行的视频啊，然后导入。有30秒，或者说30到60秒，甚至更长的，它就能帮我们从大批的原始素材里面提取到高光的片段，只需要简单2步就能把一个长视频剪辑成多个有趣的短视频。它帮我们抹除了很多剪辑视频里面的繁琐的流程，非常多短视频模板供大家选择。剪辑效率呢就更不用说了，真的是直线的飙升。它剪辑出来的短视频，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真的是抓取了原视频的一些高光的亮点，提取出了长视频里面最精彩的部分。对 ，AI 给你剪短之后，你还可以自己编辑一下它，加上一些可爱的贴纸，
Filmora 里面有海量的各种贴纸，搞怪的呀、有趣的呀，或者说可爱的都很多。我现在呢就给大家示范一下，它其实有很多的主题可以选择。就比如说我们这次旅行呢，我就选一些比较，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把它给缩小、给放大，把它调整到一个合适的大小。放在自己喜欢的位置，正是因为有这么多可以选择的滤镜呀、贴纸啊这些，你可以自己去 DIY 你的视频，让你的整个视频变得更加的个性化，更加的独一无二。选择一些你喜欢的之后，你就会得到这样一段影片。让我们在长视频博主和短视频博主的身份中切换自如。还有它最新的 AI 文字型编辑功能，真的可以说是给视频剪辑技术带来了革命性的飞跃。是的，现在我们居然可以让 AI 将视频中任何的声音转换成可以编辑的文字，从而让我们可以更方便的修改我们视频的内容。比如我们这一期的情侣问答，其实会有很多的对白和旁白，对，就是会说很多的话。然后如果是按照以前的话，我们加字幕，真的是最恐怖。每次我剪视频其实都还好，最恐怖的是加字幕。我加字幕的时候脑袋都大了，就真的是一加就是几大个小时，我们坐在那儿每一句挨着加，很麻烦。但现在只需要一个按键，点一下鼠标就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对白、所有的对话都转化成文字。哇！真的是非常的轻松，用起来就真的是很提升我们的效率，把一些繁琐的比较系统性的工作都可以交给 AI 去处理，甚至现在还可以 AI 一键翻译原本的文字，翻译成你想要的一种语言，各种语言都可以。而且根据这个技术，还可以 AI 去除无声片段。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视频中途如果我们停顿一下，停顿时间过长的话就可以直接把中间无声的片段直接剪掉。对 Filmora 的 AI 高智能化剪辑，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剪辑上的一些繁琐的问题和麻烦。比如我以前在上传视频时候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，就是你把音乐给配好上传上去，发现音乐有版权，这个就是其实很麻烦，就很难找到那种又好听又没有版权的音乐。但现在 Filmora 里面有一个 AI 音效生成器，就是这个，它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帮我们自动生成一段好听又没有版权的 BGM，用到我的。幸好我发现了这个 APP。首先我会选择一个欢快的流行音乐，这些标签你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，它什么类型、什么风格什么主题，就会自动生成几段音乐供你选择。这些音乐都是无版权的，而且又好听。来转圈，转这个圈，下腰。如果你还想添加音效的话，那就更好玩了。是的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直接点击 AI 音效，然后输入一段你想要的音效的文字，就是描述一下这段音效。就比如朋友们爽朗的笑声。或者是最近的万圣节，对，万圣节恐怖的声音。然后小朋友们的欢呼声，它都会帮你自动生成一段适合你视频的专属音效，是不是又方便又好玩？另外，如果你没有时间去精细化的去剪辑一些视频的话，但是你又想发个东西，比如说水一期视频之类的 ，Filmora 的一键成片功能就是我们这些懒人必备的良药。现在我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Filmora 的一键成片功能。首先选你想要的主题风格，有旅行的、运动的、电影质感的等等，然后选择这几个你想要的片段，用生成，然后大家就会得到这样一段影片。
这个对新手来说很友好啊，就是对你可以随便剪辑就可以了。对，而且我们可以尝试不同的风格，因为选择它的主题呀，选它的 BGM。除了我平时使用到的这些功能 ，Filmora 还有一些 AI 影片增强、AI 音效增强、AI 色谱调色功能等等超强的剪辑功能。实话实说，有一些甚至是我自己都没有体验过的，因为 Filmora 它会持续的更新，不断的推出一些更好玩、更新奇的有关剪辑的 AI 玩法。如果你也想体验我们 Filmora 的最新剪辑功能的话，点击视频下下方的链方的链接接哦，就可以一起来和我们体验在 Filmora 里面探索一下剪辑视频的乐趣吧。最后，如果你有一点点想要记录自己生活的一些想法，我就给你2个意见：大胆的去拍，不要担心说什么拍的不够好、不够专业，因为你记录自己的生活完全不需要说多专业的角度去记录，对，你就享受当下，你就下自己当下的情绪，因为回忆这段时光的时候，你也会觉得啊，好开心啊，那个时候。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，每当你翻看自己过去记录的一切，你对会觉得哇。对，如果你还在担心说拍摄完了之后不知道怎么剪辑的话，我们 Filmora 会好好的帮助你的，因为它的 AI 剪辑功能，不管你是新手、老手，或者说你想去探索一些新的 AI 剪辑功能的奥妙的话，都是非常适用的。对，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懂得记录自己生活的人，发现生活中那些小小的美好的人，那么你自己也会变得更快乐。让我们一起来记录自己的生活，一起去探索视频剪辑里的更多可能性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情侣问答就到这里啦。因为今天其实我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心里话，就从刚开始尺度有点大的一些大家感兴趣的问题，到后来我想和大家聊的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，带到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自己做博主的一个心路历程，在最后还教了大家如何去记录生活，希望大家能从我们这期视频里面收获到一些你们自己需要的东西，比如说啊，你最近想剪视频，发现Filmora 真的是不错，就去下载起来体验一下吧，动起来吧。然后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